嗨，大家早！2024年1月9号，星期二，现在是早上的5点27分。今天温度回升了，零下5度。今天会跑个大概13公里的有氧跑吧，平均配速5分左右。行，我们加油干！今天来和大家聊一下关于岔气的问题，因为前天我就是因为岔气导致我的训练没有完成。其实虽然嘴上说没有关系吧，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有点遗憾，有点焦虑的。基本上每次如果说不管是什么原因吧，导致训练没有完成，对人的心情还是有点影响的。但是确实也没关系啊，只要人没有受伤，还能继续跑，像今天这样休息了一天还能继续跑，真的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了。没有什么比跑起来更让人开心了。言归正传，先说一下为什么会岔气。我自己总结的有以下几点。第一就是起得太早，就是打破了平常的一个生活习惯。平常都是5点多起，前天是4点就起了，应该说人还没有完全醒过来，生物钟被打破。第二点，没有充分的做好热身。前天起跑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心率，起跑的配速大概是413，然后起跑心率是110多，心率是有点低的，没有达到热身的效果。虽然说比平常热身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，但是没有达到效果，应该再加几组短的冲刺跑会好一点吧。第三点也是客观因素吧，就是天气实在太冷了，像那么冷的天其实是不太适合跑速度的，所以我应该最近冬天吧，在温度达到零下5度以上之前就尽量不再跑速度了，都以跑有氧为主吧。可能有人不知道岔气是什么感觉，因为有的人可能没有岔过气。这里我给您演示一下，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肚子的左边或者右边这个肋骨的这2个部位，您在跑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疼，当您在速度降下来缓一缓的时候，这个疼痛就会消失，这就是岔气。然后我在跑的过程中是怎么调整的呢？第一就是降速，第二就是调整呼吸。因为你的速度降下来之后，你的呼吸自然就可以进行调整了。如果你不降速的话，你呼吸肯定是没有办法调整的。把之前比较急促的呼吸调整成深呼吸。然后第三点其实也是和降速有关系的，就是把步幅缩小，改成高步频小步幅的跑，这样人会稍微轻松一点，比较有利于你调整呼吸。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，您可以用手去按压疼痛的部位，用力的去按压。如果实在疼得难以忍受的话，就停下来吧，慢慢的走路，或者干脆停下来。但是在这种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保温，不要因为调整这个岔气的问题，结果被冻感冒了，这也不划算。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
如何防止岔气。第一点，做好充分的热身。这个可能大家和我一样都有一个疑惑啊，就是最开始跑步的时候，看到网上不管是视频啊还是文章都说一定要做好热身，但是很少有人说这个什么叫充分的热身，以什么为标准呢？好像没有人说过。我自己的理解啊，就是以您的心率为标准。比如说像我的话，我的有氧心率区间大概是120到145之间吧。那我觉得我做好充分的热身的话，应该就是在我起跑的时候，我的心率要达到120左右，这就算做好了充分的热身。当然也不是说你一上来就咔咔就冲刺，把心率冲到一个130，然后就开始跑，这样肯定也不行的。就是咱们该活动的关节还是要活动的。第二点就是起跑的速度不要太快。比如说您今天的训练配速是430，您不用一上来就直接就照着430跑，可以在起跑的时候先降一点速度，比如说跑440啊、445，甚至450都可以。就前面1-2公里跑慢一点，这个其实后面很容易追回来的。然后第三点是注意呼吸节奏。呼吸的话，这个其实也是一门大课题，后面我应该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跑步呼吸的这个问题。那这几点就是我自己总结的关于如何防止跑步岔气的一些要点吧。如果您觉得对您有帮助，还希望您能给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11.33公里，马上到家了，最后来冲刺个300米吧。结束。跑完了12公里，平均配速447，用时57分51秒，平均心率137。今天比平时少跑了一会儿，因为这2天也是家里面有点事儿，每天都只能少跑一会儿。行，谢谢大家看到这里，再见，加油干！